起因是讨伐 S 级魔物暴风龙，面对暴风龙的攻击，队友的防御屏障仅仅支撑了2秒半就轰然破碎。丹尼斯眼疾手快，抄起菜刀顶上前，身后的女生还是被四散的攻击割伤手臂，他立即施以治疗。红毛副队长投来赞赏的目光，瞬间点燃了黄毛队长扭曲的妒火。他见暗中掷出暗器打伤暴风龙，使其陷入狂暴。不出所料，任务失败。事后，队长故意支开红毛队员召开会议，并将失败的责任栽赃给丹尼斯，还诬陷他是敌对间谍，悍然下令驱逐。丹尼斯看着满是沉默，瞬间明白了这是默契的共识。队长也早容不下他这格格不入的厨师。被污蔑的愤怒让他手心爆出蓝光，巨大的专属菜刀浮现，2位99级强者威压碰撞，其他人噤若寒蝉。但丹尼斯率先收回了气势，这里不值得。他冷冷一瞥，队长转身潇洒离去。收拾行囊后，丹尼斯准备离开王都。街角，一个小女孩撞上他手中的气球，不慎脱手，眼看就要飘远。女孩渲然欲泣，丹尼斯只是轻轻一跃，将其抓回地环。看着女孩破涕为笑，他心念一动，重要的东西就不该放手，如今摆脱了束缚，正是重拾梦想之时。这一幕被高楼上的队长尽收眼底。就在丹尼斯走出城门的一刹那，丹尼斯等等！红毛副队长连滚带爬冲来，惊慌失措地喊道：“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，炼金盒饭没人做了，至少再做顿晚饭吧，多做几天存着也行。”他哭喊着挡在路上，语无伦次。这才是真心话。丹尼斯了然，轻拍他肩膀：“冒险者生涯结束了，我要去开店。”副队长泣不成声，只能目送他融入城外的阳光。丹尼斯来到一座小镇，准备开店的设备采购。突然，杂货店里一台冰箱令他眼睛一亮，厨师梦寐以求的宝物。他刚想购买，脑海中猛然警铃大作，翻开真爱的不当冒险者开餐厅当老板全攻略，首条铁律便是创业初期杜绝非必要开支。他强忍渴望遵守守则，放下了冰箱。他按书上指引勘察铺面，梦想触手可及，但书中强调老板无法包办一切，可靠员工至关重要。恰在此时，广场传来吆喝奴隶，商人正在售卖一名金发小萝莉，自称贵族千金，出众外表引得一众老男人蠢蠢欲动。丹尼斯心生恻隐，却无力拯救所有人。但女孩不经意抬头，眼中那死寂的绝望直刺丹尼斯记忆深处的童年伤疤。他不由攥紧拳头。竞拍开始，在一片竞价声中，丹尼斯咬牙低吼：“100万！”众人愕然，眼看要成交150万。先前杂货店老板突然杀出，丹尼斯心头犹豫，周围议论立刻戳破幻想，此人是镇上臭名昭著的变态。怒火冲垮理智，丹尼斯与其展开疯狂竞价，最终险胜。握着契约，丹尼斯陷入短暂绝望，存款近乎清零。看着那穿破麻布、眼神空洞的女孩，他先带她去换了身干净衣服。回程路上人潮汹涌，艾朵莉他临时编的名字稍一愣神，丹尼斯的身影就不见了。路人的推搡、咒骂、凶恶车夫让他瞬间被恐惧淹没，世界只剩冰冷的黑暗。艾朵莉，丹尼斯的呼喊像一道光劈开黑暗，安全感重回。他第一次紧紧凝视他的背影。回到小屋，艾朵莉鼓起勇气细声问：“大人为何买下我？”丹尼斯顿了顿，没有特别原因。他蹲下平视他，只是想起了过去，并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艾朵莉，他小声补充：“自己取的。”丹尼斯大人，我该做什么？丹尼斯温和一笑：“你是自由的，无需为我做任何事。”话音刚落，艾朵莉的肚子咕咕作响。丹尼斯莞尔，那就先解决这个吧。他系上围裙，走进厨房，炉火点燃，热油滋啦作响，香气弥漫。艾朵莉站在门边，看着他在烟火气中利落忙碌的身影，眼神不自觉地被吸引，微微亮起一丝好奇的光。一大碗金黄喷香的蛋炒饭上桌，艾朵莉舀起一勺送入口中，动作猛然凝固。紧接着，她身体微颤，大颗泪珠毫无预兆地滚落，混着米饭被她近乎贪婪地塞进嘴里。那平凡的温暖滚烫的直抵冰冷的心脏，仿佛融化了坚冰。咸涩的泪水与暖热的饭粒交织，长久的委屈、痛苦、绝望和一丝微弱的希望猛烈决堤。丹尼斯只是默默地看着，安静陪伴。
当艾朵莉吃得太急噎住时，他才递上温水轻拍他后背，问了一句好吃吗？但已无需问出口。有时候陪伴和一顿温暖的饭便是最深的救赎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大叔老板丹尼斯和萝莉小员工艾朵莉的日常也随之展开。丹尼斯特地为他准备了可爱的工作服，两人一起挂招牌试菜，外出采购。在他的温柔照顾下，艾朵莉逐渐放下戒备，适应了这个新生活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小餐馆终于正式开业。艾朵莉也成为了这里唯一的看板娘。丹尼斯信心满满，坚信自己的厨艺无人能敌，只要吃上一口他的饭，就会像上瘾一样回头掏钱。这倒也不是他自恋，实在是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。正当他焦头烂额的时候，餐厅的大门哐的一声被推开，一名全副武装、头戴钢盔的战士走进店里，看起来像是个不好惹的角色。丹尼斯立刻回想起攻略中的建议，有些客人不喜欢被打扰，要保持距离感，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于是他一边热情招呼对方入座，一边吩咐艾朵莉倒水。直到落座，这名神秘战士依旧不摘头盔，仅点了一碗米饭和一碟小菜，这与他威武的装扮完全不符。丹尼斯好奇地问他饭量是不是很小，还是说没钱。果不其然，答案是后者。不过丹尼斯并没有因此轻视他，反而提出要不要来份肉排盖饭。那战士一听急忙拒绝，语气却忽然变成了女孩的声音。丹尼斯一愣，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位女孩子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对方终于摘下头盔，露出一张金发美少女的脸。他羞涩地解释，自己戴头盔是为了不被别人知道是女生，因为之前他所在的冒险队就是因为她是女性，把她赶了出去。即使等级还算不错，已经23级，但在这个世界里，女性冒险者总是被认为是累赘。他对此感到很委屈。不过让他惊讶的是，丹尼斯不仅没嫌弃他，反而表示理解，毕竟他这种99级的大佬都能被踢出队伍。更巧的是，这位金发妹的偶像正是丹尼斯昔日队友副队长真红素剑，一位以一击必中而闻名的传奇女剑士。因为无队可加，又想隐瞒身份，她最近四处流浪，钱也快花光了，如今连饭都快吃不起。丹尼斯一听，二话不说做了一份喷香的肉排盖饭，让他放心大胆吃，以后再慢慢还钱。香气扑鼻的盖饭一端上来，金发妹看得眼睛都直了。虽然她还有些不好意思动筷，但在丹尼斯的鼓励下，她终于开吃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，短短几分钟就把整份饭菜一扫而光。这顿饭让他的心灵和胃都得到了治愈。丹尼斯也说，如果他愿意，今后都可以来他这里吃饭，等找到新队伍再还钱也不迟。很快，小餐馆生意渐渐有了起色，顾客们一致称赞这里的饭菜好吃到飞起，而看板娘艾朵莉也凭借可爱的外表获得关注。不过她依旧内向腼腆，每次被夸都羞得脸红。这天，几位冒险者在用餐时聊起准备进入迷宫，丹尼斯顺口问他们是否缺剑士，没想到对方立刻表示欢迎，于是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金发妹。虽然丹尼斯出于好心提醒他要慎重，但金发妹却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，能赚钱报答丹尼斯才是当务之急。当天晚上，餐馆只剩下最后2位客人，紫发魔法师与双马尾少女。他们在聊天时提到，最近有一支冒险队专门引诱独行女冒险者，骗他们进入迷宫后对其施暴，再抛弃不管，而每次得手后，那伙人都会换城镇潜逃。已经有好几起类似事件发生了。丹尼斯听后心中一惊，感到非常不安。第二天，金发妹如约与新队伍会合，那是4位看起来温和的男冒险者，任务是进入迷宫采集矿石。他们没有详细说明计划，只让他跟着走。迷宫中，金发妹主动冲锋，4人却毫无作为，只在后方吹捧他。长期受歧视的他，第一次得到如此多的赞美，自然拼尽全力表现。很快，他们抵达迷宫深处，他体力几乎耗尽，却还是继续前行。最后在矿区短暂停留休息时，他被队友下了麻痹技能，连武器也被踢飞。这4人终于露出真面目，正是被通缉的罪犯冒险者。他们将他扑倒，并脱去了他的盔甲，对他图谋不轨时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强力冲击波袭来，瞬间将一个黄毛击飞。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正是变装伪装后的丹尼斯。其中一人尝试用侦查技能查看他的等级，结果完全无效，因为等级差距太大，压根查不出来。他们意识到自己惹上了不该惹的人。丹尼斯满脸怒火，用菜刀被一个个教训了这些家伙，根本不给他们反应机会，
直接一刀一个放倒。金发妹也在这混乱中晕了过去。等她醒来，已在冒险者公会的等候区。那4名罪犯被五花大绑扔在了迷宫入口，身份确认无误。金发妹虽难以言说昨晚的经历，但心中充满感激。不过她也饿了，毫不客气地点了最贵的肉排盖饭。虽然还没赚到钱，但她知道丹尼斯绝不会让人饿肚子。刚好这时，昨晚那2个女顾客也来了，抱怨昨天没开门，他们期待了男主的饭菜一整天。金发妹听着2人和丹尼斯聊天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心头一震，总觉得有种熟悉感涌上心头。いらっしゃい。冒険者食堂へようこそ。